裝潢該怎麼弄？開放式廚房天生不適合亞洲人嗎？先說結論開放式廚房，我個人認為它沒有不好，只是因為它是西方廚藝的設計，所以你用起來會覺得卡卡的。如果你廚藝很好的話啦，如果你像我一樣只是怎麼煮個火鍋、煮個泡麵，那應該是也不用弄廚房，茶水間就足夠了那就是這樣。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上一支影片聊了換屋一族錯了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開放式廚房為什麼這麼難用這是我們來聊一個反直覺，也必然會引發爭議的問題你認為開放式廚房好用嗎？歡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吵架，你覺得好用的地方在哪裡？不好用的地方又在哪裡？那我先說我的答案我個人認為開放式廚房怎樣？開放式廚房它不好用，因為它天生不適合亞洲社會。來，我告訴你，開放式廚房誰發明的？德國人。哇，這東西還有要發明真的有來，你看我劃線的地方，在 Brutto 第二代，這個 Brutto 我也不知道發音正不正確，我已經盡量逼近了，這是德語Brutto 是德國精品廚具品牌，就韓國在用的。這個創辦人Gerd Brutto 接班的24年之間，他就推出了全球第一座的廚房中島，也改變了全世界對廚房的態度。那就把封閉的餐點制造室就升級為烹飪、飲食跟交流的生活中心。有沒有聽起來很高大上？好，那也的確是這 Gerd Brutto 讓廚房從單純煮飯的地方變成一家人可以互動的場域。好，那我問你德國食物長什麼樣子？來，你來看這張脆的截圖。我現在沒有來站什麼德國其實沒有美食之類的食物好不好吃我只是讓你看說這個隨便找找德國人一般用餐他們都在吃什麼。你看這個香腸煎的烤火腿，然後馬鈴薯什麼的。所以以德式料理它那個豬腳嘛他們的主力是什麼？是烤箱跟燉鍋一大塊肉就這樣給它丟進去，加點鹽，然後再給它慢慢等。那這個煮法有幾個特色油煙少然後水汽也不多，要洗的鍋子也很少。但是你看我們亞洲的文化，我們要煎一條魚不好意思，整個廚房都是油煙然後廚師還必須怎樣？大火快炒，火越旺越好那這樣菜才會吃起來脆嘛那個肉吃起來才會有这個表面微微焦嘛，那咬下去的脆脆的口感嘛就東西方飲食文化差別很大。這個我在八卦的時候我再補充給你，非常有意思好，那所以西方的廚房它天生就是怎樣？就是一個沒有什麼油煙的空間美國人更誇張，對不对那既然這個空間本來就沒幹嘛，所以把廚房的牆打掉，就整空間就沒什麼問題問題到現在發酵了這套開放式的廚房設計搬來台灣以後水土不服嘛或許也沒有到全然的不適應，因為我們台灣的飲食習慣現在也很大量的西化那除非你家三代同堂，阿嬤一起住，阿嬤每天就是要煮那個三餐不然的話我們現在叫外賣或是我們也是崇尚西方的飲食现在年輕人的文化就是這樣。那開放式廚房不用都還可以用那再來你要知道，預售是故意做開放式廚房的。好，那我知道你接下來一定就要問了，既然開放式廚房並不適合台灣的風土民情，那為什麼現在新建案的樣品屋成屋交屋的時候每一間都給你開放式廚房？建商不是都會先觀察市場嗎？怎麼還敢推這個東西那建商會這樣設計不代表台灣人喜歡好，那我的判斷是因為這樣可以讓整個房子怎樣？整個房子更好賣我再說一次開放式廚房不是因為它最好做菜，而是因為這樣子房子最好賣開放式廚房對建商來說最大的功用就是讓坪數看起來變大。你想象一下廚房跟客廳中間那一道牆打掉以後，這個視線就開闊了視野就可以一次貫穿到底那小坪數的房子看起來就已經很小了那所以樣品屋的任務是什麼就不是讓你知道蓋起來会長怎樣而是樣品屋就是要讓你那個夢幻泡泡直接吹起來，所以它會用盡一切方法去放大你當下那個哇感動的瞬間让你在那幾十分鐘裡頭從心動
到下定，最後完成簽約。那之後你住起來爽不爽，就看你的裝潢哦，你家的事。這也是為什麼一堆人都是入住以後才開始罵，因為他們在樣品屋看到的都是乾淨明亮開闊哦，然後華麗的裝潢。可是等到他住進去，火一開才知道，哎呀，開放式廚房那樣煮一個飯哦，我只是煮白飯而已哦，哎，也沒幹嘛哦，啊，怎麼就這個水汽就潮濕哦，然後就給它弄到客廳裡面去，哎，就這樣。然後我再炒個東西，炒個菜，哇，整屋子都是油煙味。那當初啊，在樣品屋裡感動你的東西，就變成未來會折磨你的東西，這樣。來，最後你要知道，中式廚藝不適合開放式廚房。然後我們扯遠一點哦，之前才有一個新聞很誇張，就是考古學家在中國南方有挖到一批超級古老的陶器哦，陶啊，這個陶器說古老有多古老？來，你看我畫線的地方。最近在中國南部發現的古陶器碎片被確認為有2萬年歷史哦，這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陶器，2萬年前的陶器哦。我們不是說中國文明上下5000年嘛，就2萬年哦，我靠那你看哦，陶器它代表什麼？陶器代表我們先人哦，在煮飯哦的過程中出現了煮，你沒有陶器來給你弄一個不會滴出去。那你只能做烤，你知道嗎？哦，你只能做烤，或是煎也行啊，石板烤肉啊，哦，那種東西。那你有了陶以後，你就可以煮東西了，哦，真的哦。所以我們2萬年前就開始可以煮飯，哦，有煮這個動作，而不是烤飯了，哦。2萬年前開始，很誇張的哦。有了陶器，人類才可以做煮水加熱，哦，然後就可以怎樣，火鍋就跑出來了，哦，有那控湯啦，煲湯啦。那從這一步開始，我們的祖先就走上一條跟西方飲食文化完全不同的道路，真的哦。煮啊，你看煮湯啊，煮粥啊，然後煮麵啊，煮飯啊，之類，各種廚技就跑出來了。而且陶可以塑形，那個炒鍋，我未看先猜也是這樣莫名其妙被開發出來的。那我們來想象一下哦，就是說現在時間回到2萬年前。然後一批原始人蹲在地上用陶器一鍋陶在那邊煮湯，裡面有動物的肉。好，那此時啊正在滾，然後你要去吃那個肉，你要怎麼吃？你是那個原始人，你怎麼辦？你直接用手下去拿嗎？不行啊，會燙傷啊，那怎麼辦？好，是不是就找一個尖尖的東西，像棍子一樣的東西，然後怎樣戳到那個肉裡面去？那戳也不好拿，對不對？因為即使戳就很難戳了。那你即使你戳進去，你拿起來，肉在上面會旋轉，不好弄嘛。所以怎麼樣？所以最好再拿另一根給它戳進去。好，然後你2手拿着戳的同一塊肉，這樣像拜拜，這不方便，所以怎樣？就單手拿着就可以了。此時跑出什麼？跑出了筷子的原型，筷子的雛形。筷子很可能就是這樣來的，所以跟陶器的演化有莫大的關係。你看西方是什麼？是刀啊，是叉，是湯匙啊。那為什麼？因為西方的陶器傳非常的晚，這個我在八卦的時候我再補充給你。好，總之筷子跟陶器它的淵源長這樣。然後你既然是要煮湯嘛，你打到動物是不是肉都很大塊，都比你的陶鍋還大，所以你的湯的料要怎樣？要先切小塊，才煮得熟，才好入口嘛。那你切要在哪裡切？廚房啊，對不對？所以光是煮一鍋肉湯這件事情你看切肉然後煮湯，然後夾，一套流程全部都綁在廚房裡面。那我不知道以前那個2萬年前有沒有餐桌這種東西啦。總之就是餐桌，如果有的話，餐桌就是負責吃。你看洗、切、醃、燙、爆香、熱炒、燉煮，這一連串又長又香又猛的動作，通通都在哪裡發生？廚房。所以你就知道說，為什麼會說中式廚藝就很不適合所謂開放式廚房，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預加工的步驟，我們到餐桌上就是吃當然那個你食材的處理或幹嘛，全部都是歸在廚房裡面去把它用好，是這樣。然後我們以前的儒家的文化是不是還講君子遠庖廚啊？就是說，反正這個孔子說的吧，君子遠庖廚。反正就讀書人不煮飯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太白話啊。總之就是因為庖廚要殺生啊、殺雞啊，或者什麼殺魚啊，弄那個血，那個就不是當時的士大夫會去做的事情好，所以怎麼樣？天然要把廚房隔離開來，所以我們的文化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子傳承跟潛移默化下來的。
好，那今天的開放式廚房就是把廚房的牆打掉。哇，那你在期待說我在那邊煎煮炒炸食材預處理，然後燉肉烤肉等等的味道，水汽油煙聲音那些噪音不要飄來客廳，這在物理上就不可能嘛，對不對？就算你跑去買最貴的抽油煙機，也不可能跟你打包票100%零油煙嘛。嘿啊，好，所以如果你喜歡你自己做中式料理的話，我個人還是建議你回歸傳統廚房，這樣子才不會煮個飯就很像啊，你整間就煙就很大。我再補充一個小八卦，就是說社會住宅有沒有？社會住宅啊，說那個偵煙器煙霧偵測器超級敏感，超他媽敏感，就變成說啊，我只是煮個開水，他在那邊叫啊，一叫要扣點了，因為那會響很大聲，有沒？管理員上來看，搞的社宅，這應該不是全國的社宅，因為某些社宅就不太敢煮東西，反正我只要一煮，那個煙一大，那個偵煙器又來響安全的代價就是這樣。我還聽過我以前的同事在英國留學的時候，他想要做中式料理好像在英國留學的時候吃得很慘一樣。那他想要做中式料理也沒幹嘛，想要煮一鍋咖喱肉，然後冰起來慢慢吃，這種而已就一煮，租屋處的那個偵煙機就叫然後就被罵或者什麼的，很麻煩啊，這就中式廚房啊。你想說，那在英國他們平常不煮飯他們平常不會叫。不然他們怎麼會把偵煙器弄那麼明？對，他們就是吐司啊，然後罐頭啊，大概就是這些東西方傳統飲食文化差得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啊，現在的預售屋的開放式廚房那是為了房子好賣。好，那同時也因為消費者開始接受西方的飲食文化，然後跑出來了一個，你要說標新立異嘛，我看起來比較像有點不得不為，因為你知道你要用一間封閉的廚房。像現在比較好的預售的3房，它依然有給一間封閉式的廚房。第一個你要給它廚房的位置，對不对？它就用掉一個空間了。然後啊，廚房現在新的建築法規，你要有防火門，你要有一道門這樣子。好，那道門也不便宜你要有一個封閉空，就會變成這樣。那以現在總價考量，尤其現在的青安 3.0， 對不對？講到這個青安提出來慢慢嘴一下。好，以前就有叫青安貸款800萬最早的那一批，那很久，那10年以前就有了青安貸款，然後出現了所謂的新青安，對不對？然後現在新公布的叫做青安 3.0， 有沒有發現這命名的規則？來，我再數給你聽青安、新青安、青安 3.0， 請問你有沒有發現它的規則？就是沒有規則，看那命名的不太懂，然後隨便。那我們講回來不得不為啦。你現在一個2房的案子裡，你要塞進一個完整的封閉式廚房，沒有不行，你應該都可以。那個客廳會小到一個不可思議，然後這個房子會賣不出去啊，所以現在就变成開放式廚房啦。講完，那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跟你講的開放式廚房為什麼看起來很漂亮，可是實際上是不符合這個亞洲人的使用習慣。那我先跟你討論的開放式廚房源於德國嘛。那德國的烹飪習慣本來就是少油少鹽，所以他們用開放式廚房，這叫非常合理。那台灣建商現在如今卻大量採用，是因為它能讓小坪數的房子看起來更大更好賣。但是中式料理需要各種加工，油煙啊，那個工作量啊，都是遠高於西式料理的。結論就是開放式的廚房只適合少開火的人。如果你或是你的家庭那非常密集的在做中式廚房，傳統的封閉式廚房才會是比較適合你的選擇真的是這樣。比方說3代同堂，大剛被租借來那你沒給他一個封閉式廚房，那個長輩真的是怎麼用怎麼不順手，怎麼不滿意這樣。好，來，最後我想問你，你選擇開放式廚房的原因是什麼？ A. 好看最重要，味道再想辦法。 B. 我都看美劇就覺得應該要有一個。 C. 不會有油煙，油煙無所謂反正我都叫外送。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
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這蠻特別的就是陶鍋這種東西是亞洲先，而且是中國南方陶鍋陶器，不能說陶器，要說陶鍋把陶這東西用在吃飯這裡，2萬年前呢，2萬年前你知道歐洲那時候在什麼時代嗎？那時候大致上都還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耶，石器時代晚期耶，然後我們那時候已經有陶器了，那此时是冰河時期的尾端啊。那歐洲人當時就只是時代晚期也不弱他有石器、骨器、狩獵武器，然後等等，洞穴藝術，然後法國洞穴不是有那個壁畫嘛，對不對？好，那只是證據上來看歐洲的陶器用來融入飲食的生活，大概在西元前7、8千年。我們亞洲早他們1萬多年用用到現在，這個飲食文化根深蒂固。我們能接受西方的飲食，比方說麥當勞那你要我们從此以後不做中菜然後不吃中餐，全部都西化飲食，我想大家都是沒辦法了。像我們大家出國嘛出國的日子稍微長一點，可能也不用太久什麼5天4夜就會想念國內的美食了，就是這樣嘛一下機場趕快先去吃個臭豆腐還是怎麼樣。對啊，所以陶器也直接影響了筷子筷子這個東西的發明。然後西方因為發展陰錯陽差，他們就有餐桌文化這個東西。餐桌文化是什麼？來，我跟你說，就是西方人在餐桌處理食物，東方人在廚房處理食物。好，我再說一次，西方人在餐桌處理食物，東方人在廚房處理食物。西方人在餐桌處理食物就是這樣，我們大家都吃過，對不對？我們去外面吃牛排，牛排就是端到你桌上，然後你怎樣？你用刀叉，然後現場才做這個食物的分割，對不对？這在我們東方的思考這叫不可思議。你怎麼會讓賓客然後自己在那邊切東西？這不是廚房端出來就要好的嗎？一個一個好入口嘛。這就是東西方飲食的差異。然後東方的廚房又有儒家文化影響反正儒家影響很多啦，這個也有好處也有壞處。壞處就是什麼士農工商嘛，對不對？商人是排最後的，然後還有像君子遠庖廚這東西那就變成說廚房以前就會被認為是這個以前很以前古時候就認為是比較不潔的場所，因為它有很大量的血啊，對不對？殺雞、殺魚、殺牛、殺豬什麼的血啊、肉啊那種東西，然後讀書人士大夫比較假掰嘛，他們就看哎呀不好然後都要通通都料理好切好，然後端上桌老爺才要吃。所以東方人的廚房都在外面西方人的廚房可以是在餐桌上。我有觀察到這個現象，然後問 AI 蠻特別的啦西方人也是有廚房，也會在廚房裡備料、烤肉、做麵包等等，但是東方文化真的不會讓賓客在自己的桌上才那邊。我們對桌出現分食的文化，就是一個大湯鍋放着，然後舀每個人要吃多少自己舀進來。我們不會說原塊肉上你自己切你自己切，那這個牛排就是你的，你自己切，不會食材東方都會在廚房先處理好，那這個就會讓東方飲食文化料理文化會講究廚房的實用性，對不對？而不是說我只是大氣高端上檔次看起來很厲害而已真的要有那個實用性。煎魚我不知道你們家有沒有這經驗，就是你煎海水魚那個淡水魚都還好，你煎海水魚就去煎，好臭真的是好臭你去看那個廚房，整個牆壁玻璃上都是那個油然後整個就煮完了，魚我們也吃完好臭那個魚冷掉那個味道實在就是那個腥味，就很不 OK 然後還說什麼這個魚很好很少見，叫我要多吃看，可是它就那麼臭這就是炒菜開放式廚房臭就是全家一起臭。那封閉式廚房那就是關起防火門，
中古屋也很多，那也不是防火門啊，就隨便弄個木門啊，反正就是這樣。那就可以隔離什麼，在做菜時的噪音哦，然後做菜時的油煙，做菜時的氣味，然後好好的把料理端到餐桌上。講是餐桌啦，我們還不是說端在沙發前面的桌子，然後邊看電視邊吃，就是這樣，這才比較適合我們中華飲食文化。然後啊，再說一下說為什麼我們東方的文化不太可能會讓賓客在桌上自己分食，因為菜刀，對不對啊？這個剁、切、片、拍，全部都集中在菜刀身上。那如果我們演化出像西方的飲食文化，我們端了一大塊豬排然後一人發一把菜刀一些，不是這樣嘛？所以都是在廚房弄好以後才端出來弄，形成這個差異。那最後就是廚房會不會影響家庭購物決策？一定會一定會。現在開放式廚房比較多很大量的出現在所謂的小兩房兩房的物件，兩房的案件開放式廚房，好像大家現在都默認就是這個樣子了。但是對於一個三餐都是自己煮飯，而且他都做中餐來說，開放式廚房對他來說一定非常困擾。我舉個例子，就是三代同堂家庭他們在外面市場上看，就是看那個三房或是四房的案子或透天的案子，我不知道那個中介跟我說的，三代同堂只要有帶長輩就是阿公阿嬷，好，只要有帶長輩。尤其是阿嬷因為那個阿公通常不會自己做菜都是阿嬷在做。這傳統文化就不要酸了，反正就是這樣。好，那如果有出現阿嬷這位人物的話那你的廚房要很好。那個很好不是說多高級，而是說你廚房的空間要大，動線要很清晰這裡要冰箱，這邊要水槽，這邊要什麼你整個廚房的功能要是完整的，還要有給一個像電器櫃的架子因為阿嬷就是在那裡活動，所以就會变成說，如果帶長輩來看有出現阿嬷這號人物他們都會去選說這個廚房比較 OK 的。如果有阿嬷這號人物出現，結果是開放式廚房那基本上都是居的，都是看好玩而已，也不是不會帶看，也會故意帶看，然後來做犧牲打你知道嗎？我先讓你看，然後怎麼看怎麼嫌，然後突然看一個其實還好的廚房，但是就是比前面好用這種方式。所以說東西方傳統飲食文化就是這樣。如果讓我選我在預算不用我擔心的前提之下，我當然要封閉式廚房啊但如果預算有考量的情況之下那開放式廚房也沒有不行啊反正我們現在西式飲食文化很旺盛，然後要麼就是外送，要麼就是外帶那我們通常不會，我們頂多在做食物的加熱，所以對我們年輕人來講電器櫃的地位還比較重要你要有微波爐你要有這個叫旋風烤箱你要有水波爐，那一大堆電器。那真的是瓦斯爐上面有個大鐵鍋在那邊炒菜還是幹嘛，那個除非自己有那個興趣或者真的就要在家裡煮三餐，否則的話像我自己的習慣我是可以不要的。真的我就覺得尤其是我們这種男的我們哪有差料理怎麼料理啊，你就給我一個茶水間我也是用得很開心。